土耳其人到现在还对新疆念念不忘，你相信吗？事实上，2023年以来，土耳其政界高层便多次公开针对新疆事务发声，甚至以历史认同为由，想要深度介入。一个横跨欧亚的伊斯兰国家，为何会对万里之外、文化语言都并不完全相同的新疆如此觊觎？要解开这个谜团，我们必须将目光投向历史深处。19世纪中叶的清王朝正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困境，鸦片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太平天国运动的烽火又燃遍大江南北，以至于就连广袤的西北边陲也未能躲过动乱。1864年，一场席卷新疆的大规模反清起义爆发，饥寒交迫的农民、不堪重负的百姓纷纷拿起武器反抗压迫。然而，随着起义规模的不断壮大，地方封建主和宗教首领却借机攫取了战果。也是从这里开始，起义的性质随之一变，新疆各地形成多个割据政权，转瞬间陷入更加混乱的局面。而这种混乱的局面不仅加剧了民众的苦难，也为外部势力的渗透提供了可乘之机。彼时的浩瀚韩国正因为北方沙俄帝国的步步紧逼而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为了转移国内矛盾，也为了寻找新的扩张方向，浩瀚摄政王毛拉阿里木库里将目光投向了动乱的新疆。1865年1月，浩瀚国派遣阿古柏以护送大小和卓之乱的后裔布素鲁克和卓举行宗教仪式的名义，率领一支军队越过边境，进入新疆的喀什噶尔。这看似是一场宗教活动，实则包藏着浩瀚韩国企图掌控新疆商路和人口资源的野心。然而，让浩瀚王没想到的是，自己运筹帷幄军事派遣，最终为他人做了嫁衣，只是因为领队的军事将领阿古柏赫然是一个野心家。在领略过新疆的广阔天地、大好河山后，阿古柏迅速展现出他的军事手腕和政治野心，直接脱离了浩瀚的掌控。他不仅力主击溃了喀什噶尔回城的本地势力，更是顺势将因沙俄围攻塔什干而流亡的新疆数千浩瀚军政人员招至麾下。凭借这股力量，阿古柏在新疆南部扎下了根基，并于1867年建立了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自封为洪福之王。虽说如此，但阿古柏终究是没有根基的外来势力，为了坐稳宝座，阿古柏显然需要再寻找一个新的靠山。于是，在北俄、南英、中浩瀚的三路围堵中，阿古柏将目光投向了远离英俄博弈战场的奥斯曼帝国。源于伊斯兰文化的纽带以及奥斯曼扩张势力范围的需要，阿古柏很快就获得了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的册封。1873年，阿古柏不仅拿到了奥斯曼5000支来复枪、36门火炮与弹药制造设备总计55800英镑的援助，最为关键的是，他还获得了梦寐以求的艾米尔称号。找到靠山之后，阿古柏开始推行一套伊斯兰教法系统，通过严密的秘密警察和市政警察制度，限制人口流动，并对民众实施管控。在这样的高压统治下，新疆社会经济严重倒退，接连多地出现了人口锐减、产量骤降的惨状。和田地区人口直接腰斩，丝绸产量也下降了惊人的90%。在阿古柏的统治下，浩瀚的安济延人垄断了军政要职，乌兹别克语成为官方语言，本地维吾尔精英则被全面排斥。因此，阿古柏的统治基础极其脆弱，新疆各族民众也对这个外来政权充满了反感。阿古柏政权的崛起为当时混乱不堪的新疆埋下了严重的祸根，而他与奥斯曼的联系更是为日后土耳其对新疆的念念不忘埋下了伏笔。阿古柏在新疆的肆虐以及外部势力对他的支持，使这片中国领土面临着分裂的危机。可此时，清政府内部的滚滚诸公却正忙着展开一场关于海防与塞防的辩论。正当满朝文武在为优先发展海军抵御海上入侵，还是优先巩固西北边陲喋喋不休之时，一位目光深远、铁骨铮铮的大臣力排众议，坚定了清政府收复新疆的决心。1874年，左宗棠在海防派和塞防派两派中选择了第三方的和，力主二者并重，最终获得了清廷的认可，被任命为督办新疆军务大臣。彼时的新疆已经沦陷在阿古柏手中近10年，加之国际势力的干预，收复之路必将异常艰难。然而，左宗棠却没有被这个重于千钧的担子吓退，一边在兰州等地设立制造局生产枪炮弹药，一边着手构建庞大的粮草运输体系，将数千万斤粮草和军需物资运往前线。为了筹措巨额军费，左宗棠更是大胆创新，通过红顶商人胡雪岩以海关收入为担保，向西方银行借款，并向各省摊派协饷，确保了西征的资金来源。1876年，充分准备的清军在左宗棠的指挥下，浩浩荡荡地踏上了西征之路。在刘景堂等悍将的率领下，清军首先展开了北路战役。他们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攻占了阿古柏在北疆的重镇古墓地，并乘胜追击，迅速收复了乌鲁木齐、昌吉、马纳斯等重镇。清军将士并没有因为取得战果便沾沾自喜，反而在稍作休整后，立刻向南疆发起了凌厉的攻势，直接让达坂城之战成为了决定性的一役。
刘景堂率部奇袭大半城，利用炮火优势迅速突破城防，全歼守敌。随后，清军三路并进，攻占了吐鲁番，将阿古柏的残余势力压缩到南疆的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4城之中。而此时的阿古柏俨然已经陷入了四面楚歌、内外交困的战局，清军的攻势势不可挡，其内部也因为残酷的统治而军心涣散。绝望之中，阿古柏竟于1877年暴毙。哲德沙尔汗国也随之瓦解，虽然关于他服毒自尽还是被部将刺杀尚存争议，但曾起司回土耳其苏丹册封诏书的行为还是暴露出他信念的崩塌。阿古柏死后，清军趁势追击，于1878年初彻底收复了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等地，又在1881年将沙俄侵略者赶出伊犁。至此，新疆全境光复，正式回归祖国的怀抱。新疆的收复不仅是军事上的伟大胜利，更是对国家主权的坚定捍卫。左宗棠的铁血牺牲，将新疆从外来侵略者和国际势力的魔爪中解救出来，维护了国家领土的完整。他的远见卓识，也使得这片饱受战火蹂躏的土地迎来了新的生机。尽管左宗棠成功收复新疆并推动了行省的建立，但阿古柏时期留下的遗毒并未完全消失。阿古柏政权消亡后，其下属赛义德奔逃奥斯曼，这就给泛突厥主义兴起后土耳其再度对新疆投来关注提供了依据。泛突厥主义本是源于19世纪欧洲语言学对突厥语族的划分，却被一些土耳其政治势力曲解和放大，并将其与所谓的民族同源论画上了等号。他们将现代土耳其人的民族身份与公元6至8世纪的古代突厥部族强行关联，进而宣称从土耳其到中亚再到中国新疆，所有讲突厥语的民族都同根同源，并组成突厥大联盟。在历史虚构意识形态的主导下，土耳其在民国时期就开始通过民间渠道对新疆进行渗透。土耳其不仅派遣传教士和教师进入新疆，打着宗教教育和办学的名义传播泛突厥主义的分裂思想。即便在中土建交后，这种矛盾依然存在。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土耳其与中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才明确了正确的立场，并深化了两国安全领域的合作。而中土贸易额的激增以及在能源、高铁等领域的合作，也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泛突厥主义的影响。现在，土耳其又提出了新奥斯曼主义，其野心依然勃勃。不过，历史已经清晰地证明，任何企图分裂中国领土的行径都注定失败。毕竟，新疆博物馆中伫立的明月录石碑，直到今天都还在向我们诉说着先辈当年收复新疆时波澜壮阔的光辉事迹。3000年历史，2000年分裂，为什么一直期盼着统一的朝鲜半岛总是会走向分裂？最近几年，朝鲜半岛局势持续紧张，在美韩联军接连不断的挑衅之下，朝鲜于今年年初正式宣布将韩国列为头号敌国，并彻底摒弃和平统一、同族等概念。毫无疑问，在双方如此坚决的态度之下，半岛短时间内想要实现统一，可以说不大可能。而伴随着两国割裂的时间越久，双方的隔阂也势必会越来越深，这是如今朝鲜半岛的困境，但也不仅仅只是当下的问题。因为纵观朝鲜的民族历史，分裂一直都是半岛的常态。白头山是我们的领土。2007年在长春举行的亚洲冬运会上，一位韩国选手在夺得银牌之后悍然打出这一标语，顿时引得舆论一片哗然。而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争议性的一幕，归根结底是朝韩两国扭曲的民族认知所导致的。如今，不管是朝鲜还是韩国，都一直将白头山，也就是长白山，视为自己民族文明的发源地，把诞生于长白山的高句丽部落视为自己的祖先。但事实上，这种民族认知只被朝韩两国自己所承认，因为如果严格按照历史寻迹的话，高句丽应该与中国有关。根据史记记载，周武王灭掉商朝之后，曾命令商纣王的叔父箕子带领商朝旧臣移民，搬迁到位于朝鲜半岛北部的封地，这在后来被历史学家们视为箕子朝鲜的由来。而在这一时期，朝鲜半岛的南部则是存在着被统称为三韩的3个部落国家。所以如果将这里视为朝鲜历史开端的话，那么朝鲜的南北分裂就应该是半岛与生俱来的模样。汉高祖时期，燕王卢绾发动叛乱，在失败后逃亡匈奴，而在卢绾的麾下，则有一位名叫魏满的将军，在卢绾兵败后，选择带领仅剩的1000兵卒遁入朝鲜。面对这些故土来的同胞，当时的箕子臣民可谓是欢迎之至，因为尽管已经迁徙了1000年之久，箕子臣民依然心向中原。换句话来说，在箕子臣民的眼中，他们就不是什么朝鲜人，和南边的三韩更不存在什么血缘关系，他们就是中国人，因此才会在对待同样身为中国人的魏满时对其推心置腹。不过，箕子臣民显然没有意识到魏满的真面目。借着其箕子臣民的信赖，魏满轻而易举地再次发动了叛乱，并取箕子朝鲜代之，建立起魏满朝鲜。
自此，古代朝鲜半岛的政治格局基本确定，北边为脱离中原文明的魏满朝鲜，南边为土著部落三韩，南北各为一派。既然从历史上看，朝鲜半岛的起源就是分裂的，为什么后来的朝鲜人民又会那么执着于半岛统一呢？事实上，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说直白点就是为了取得正统。这就和中国历史一样，在秦朝之前没有统一的概念，而在秦始皇完成统一之后，历朝历代的君主都开始将统一视为自己的目标，否则就不算完整的王朝。而朝鲜人民追求统一的理由也来自于朝鲜半岛历史上的3次统一。朝鲜半岛的第一次统一是由外部力量实现的。在魏满朝鲜建立以后，由于魏满本人对汉朝的私怨，在他的统治之下，朝鲜半岛几乎与汉朝断绝了往来，就连南边的小国想要去汉朝朝贡，都会遭到他的阻挠。显然，魏满的这一做法无疑严重触碰了中原王朝的逆鳞，于是在汉武帝时期，汉朝出兵5万，水陆并进，最终剿灭了魏满朝鲜，完成了半岛历史上的第一次大一统。不过，这种统一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太久。一方面，鄙视汉朝主要的外部压力来自于北方的匈奴，朝鲜半岛并不算心腹大患；另一方面，当时的东北还未被开发，野人部落众多，统治起来费力又难讨好。所以在汉武帝以后，随着汉朝对外政策的收缩，朝鲜半岛再次分裂。南朝鲜3汉复活，在相互攻伐之后，最终留存下新罗和百济2国，北朝鲜则由我国游牧民族高句丽占领，与南北形成对立。自此，朝鲜前3国时代正式揭开帷幕。为什么高句丽是我国游牧民族，却被朝鲜人视为祖先呢？这里有2方面原因。首要的便是曾经的高句丽实在太过强大。巅峰时期的高句丽有多强大？就这么说吧，隋朝的覆灭，如果李唐王朝占了70%的功劳，那么剩下的30%至少有1%要算在高句丽的头上。因此，哪怕在我国最强大的王朝之一唐朝建立以后，高句丽也一度是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于是，为了解决高句丽带来的威胁，唐朝对新罗进行了精准扶贫。唐朝的目的很简单，说直白点，就是为了在半岛上给高句丽扶持一个对手。一开始，唐朝的策略是十分有效的。在唐高宗时期，唐朝军队成功战胜高句丽，并设立起安东都护府，将东北纳入中原王朝的管辖。而受到唐朝恩惠的新罗也不负众望地战胜了百济，统一了南朝鲜。但是，随着自身实力的强大，新罗最终选择与唐朝反目成仇。而当时的唐朝正深陷与吐蕃的矛盾当中，无奈之下只好选择刺吐谋和，将大同江以南赐给新罗，以避免爆发战争。就这样，新罗完成了朝鲜历史上的第2次大一统，同时这也是其本土政权的首次大一统。不过，新罗的统一也并没有为朝鲜半岛带来长治久安。在统一了216年之后，新罗国最终还是走向了衰落，高句丽和百济相继完成复国。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候的高句丽已经与200年前的高句丽有了本质上的区别，后者属于我国游牧民族，而前者则是由新罗王庶出的王子公义宣称的。而公义之所以会把高句丽这个名字从历史的长河中重新拿出来，说直白点就是为了谋求高句丽的正统。当然，这个由新罗王子公义建立的高句丽政权也没有存在太长时间。公元918年，齐麾下的大将王建发动叛乱，成功夺取政权，并在后续改国号为高丽。因此，不管是公义建立的高句丽也好，还是王建篡位建立的高丽也罢，他们承接的都应该是新罗法统，与最开始的高句丽并不一脉相承。后来，在王建的率领下，高丽完成了朝鲜历史上的第3次统一。而后的数百年里，高丽国靠着士大主义一直苟活得还不错。直到元末明初，在中国中原王朝交替之际，高丽大将李成桂趁机谋反，建立起李氏朝鲜，高丽这才走向了覆灭。不过，由于李氏朝鲜只是对高丽进行了推翻，朝鲜半岛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走向分裂，还是处在统一的局面之下。直到519年以后，随着日本侵略者的入侵以及2战后的国际局势变化，朝鲜半岛才再度陷入动乱，并逐渐形成了如今朝鲜与韩国2国并立的局面。纵观朝鲜的3000年历史，其真正处于统一状态的时间满打满算也就1209年，在长达2000年的时间里，分裂一直都是常态。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是因为半岛南北从历史溯源上本身就各不相同。虽然伴随着历史的进程，南北曾一度融为一体，变成统一的朝鲜民族，但是这种差异仍然让今天的南北朝鲜人民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性格。当然，如果只是这些差异，在强大的中央政权统治之下，统一还是不难实现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朝鲜半岛特殊的地缘位置让其无法形成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
就拿统一来说，朝鲜半岛历史上的3次统一，其背后没有一个是在没有域外大国干预的情况下实现的。哪怕是依靠自身力量完成统一的新罗，如若没有前期唐王朝的扶持，没有唐王朝将其最大的对手高句丽剿灭这一铺垫，也绝不可能实现这一切。如今，朝鲜半岛身处大国博弈的风暴中央，其之所以会分裂，也是2战后的国际局势所造成的。基于这点，解铃还需系铃人。想要朝鲜半岛结束分裂，那么就必须解决掉2战后残余的历史问题。可是，由于美国对亚洲的干涉，对自身霸权的维系，这些历史问题至今看不到解决的希望。甚至在美国的刻意挑动之下，一些矛盾还在被不断放大。而这样的朝鲜与韩国显然是很难走到一起的。